为什么说祭祖是改运的最快途径呢？按时间来论，春季主祭祖者上半年的运程，而秋季呢，是主祭祖者下半年的运程。每当清明、中元两节的时候，我们就要到祖坟前烧纸，给逝去的亲人送钱。孝亲祭祖是风水的源头，祭祖是改运最快的途径。然而，祭祖并不能凭空就给你带来运气，而是为了让你去与祖先链接，可以去用本来就有的运气。如果把一个家族比作一棵大树，祖先乃是后代之根，后代乃是祖先之业，祖先是自家之人，祖坟乃是自家之门户，祖先守祖坟，而门中何物即是阴德。阴德既是恒通本，也是决定了你运气的好坏。而祭祖尊亲，就是在加强树叶与树根的联系。如果是中间不可通，即使外行的好事再多，不念阴孝于祖宗，不敢扬孝于父母，亦是不可取阴德而用之。而树叶与树根通达了，祖宗所守的这一支族系的阴德便可为之所用。但若德行败坏，不断地消耗祖德，便不再受祖宗保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突然就遭了报应，因其败坏祖先名声，故无阴德可用。祭祖作为中华民族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商代的神灵系统有两大部分，一为天神和地势构成的自然神，二为祖先神。自然神就像是天地的臣子，祖先神则是凡人与天地联系的媒介。面对神，人更多的施为，因为神可能会降罪；但面对祖宗，情感上更多的施敬，拜托祖先在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子孙向神请求庇护，似乎比直接向神祈求更为婉转轻松。在商代人的信仰体系里，天神在上，的是在下，祖先神级人鬼在中间。对祖先神的祭祀频率以及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自然神的祭祀。一种被称为观礼的仪式，就是为祭祀祖先神而创立的。观礼时洒在地上的液体浴场是一种气味浓郁、香醇的酒，而祭祖时将美酒洒向大地的做法，中国人一直沿用至今。在商代人看来，祖先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同样需要吃饭。祭祀就像是邀请先祖享用的一场宴饮。祭器也是礼器，除了用来盛放祭品，也有着通神的功能。祭器的精巧和祭品的品质代表着祭祀者的诚心。老子也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子子孙孙绝对不能间断，就是祭祀。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善见者不拔，善报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所以给祖宗祭祀，就是给祖宗回流营养，有一个名门望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钱氏家族，就是钱学森、钱学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这个家族到今天为止，几千年过去了，依然兴盛不衰，活跃在世界舞台。
单单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院士就上百人。这个家族就是特别重视祭祀祖先。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头等大事。如果你学过古代的经典，在《左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治理国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这两件：第一，祭祀；第二，阅兵。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会按照传统去祭祖。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祖先真的存在吗？有人甚至会将这个行为定义为迷信。那么用科学的角度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呢？根据现代科学的能量守恒定律，能量不会无端的产生，也不会无端消失，它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例如，水在加热后会变成蒸汽，在冷冻后会变成冰。虽然状态改变了，但水的本质信息仍然存在。这就像人去世之后，尽管肉体已经消失，但其部分能量仍然存在。科学家通过量子纠缠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而我们民间则将这种能量称为灵魂。既然这种你认为已经消失的能量实际上仍然存在，那么祭祀祖是否还有其必要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就等于忘记了自己的根，等于断掉了自己生命的源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忘本的人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祭祀祖先，尊重和珍视自己的生命根源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当我们尊重并珍视自己的生命根源时，我们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激发，我们的生活才能充满活力，我们的福气也会随之增长。近年来，量子力学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网络以及各类科学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介绍量子力学的文章，其中很多观点与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相吻合。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祭祖里隐藏着哪些的秘密？量子力学与风水学的解释。接下来的影片有点长，但耐心看完必有所收获。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逐渐接受一个事实：风水学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的人居环境学。风水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符合现代环境科学、地质学以及生态建筑学等的要求的。但是其中的阴宅风水就比较复杂，因为现代经典科学中实在难于找到它的理论依据。可是众多事实又表明阴宅风水现象确实存在。在风水学界中，大家公认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论述风水原理的文章是东晋郭璞的《藏经》，亦称《藏书》。经曰：藏者，藏也，成生气也。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还得气，遗体受阴。文中开宗明义指出，藏实质是藏，即要保藏良好之意，并指出人受生于父母，拥有父母的遗传因子，父母的骸骨得到生气的滋润，
其子孙也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好处。庇护。又曰：铜山西崩，陵中东应，木华于春，素芽于世。即指出，这是因为感应作用，以致后人也尝试用电磁感应现象来解释阴宅风水原理，认为父母子女的频率相同，所以能够互相感应，但终究感到有些过于勉强。但量子力学的出现，特别是量子纠缠现象的发现，给人们用现代科学来破译阴宅风水现象找到了一份曙光。如果认识到意识是物质的一个根本特性，那么就不难理解人们发现的风水作用。有感知的水，祈祷治疗，念咒感应孪生兄弟姐妹感应夫妻感应巴克斯特效应，因果轮回等等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和灵界有关的现象，遇到极度危险时立即念某个咒语，或者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立即化险为夷。在普通学人，特别是普通百姓看来，这完全违反科学规律，除非是密切注意科学进展的物理学家，很多搞科学的人是断然接受不了的，于是就斥为迷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远距感应并相互作用的事情，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在孪生兄弟之间，当一个人经历痛苦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立即就有感应，甚至会有一模一样的痛苦。有的夫妻或者父子之间，当一方经历极大痛苦时，另外一方也能迅速感应到，甚至在父母去世的那一刻，远在他方的子女也会有所感应。所有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对这些奇怪的事情，理论物理学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确切的证明和解释，只是众多生命科学学者不了解这样的巨大进展，普通百姓更无从知晓，而佛教当然更是不屑于科学来证明的。那么，科学究竟发现了什么呢？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艾伦·艾斯派克特和他的小组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实验，证实了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叫做量子缠的关系。在量子力学中，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对一个粒子扰动，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立即就知道了。量子纠缠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实验室证实，许多科学家认为量子纠缠的实验证实是近几十年来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虽然人们对其确切的含义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对哲学界、科学界和宗教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科学的主流世界观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不管两个粒子距离多么遥远，一个粒子的变化立即就影响到另外一个粒子，这就是量子纠缠。准确来说，所谓量子纠缠指的是两个或多个量子系统之间存在非定律、非经典的强关联。量子纠缠涉及实在性、定域性、隐变量以及测量理论等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并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两个相反方向，
同样速率等速运动的电子为例，即使一颗行至太阳边，一颗行至冥王星，如此遥远的距离下，它们仍保有特别的关联性，以及当其中一颗被操作而状态发生变化，另一颗也会即刻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如此现象导致了鬼魅式的远距作用之猜疑，仿佛两颗电子拥有超光速的秘密通信一般。鬼魅 spooky 一词出自爱因斯坦之口，他曾经推断，这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似与狭义相对论中所谓的局域性 locality 相违背，因此直到过世前，他都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是一个真实而完备的理论，一直尝试找到一种更加合理的诠释。这也是当初爱因斯坦与波里斯·波多斯基、纳森·罗森于1935年提出以其姓氏自首为名的艾波罗悖论来质疑量子力学完备性的原因。量子纠缠证实了爱因斯坦不喜欢的超距作用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是存在的。量子纠缠超越了我们人生活的四维时空，不受四维时空的约束，是非局域的。宇宙在冥冥之中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量子非局域性表明物体具有整体性。简单的说，量子非局域性是指属于一个系统中的两个物体，在物理模型中称为粒子。如果你把它们分开了，有一个粒子甲在这里，另一个粒子乙在非常非常遥远，比如说相距几千、几万光年的地方。如果你对任何一个粒子扰动，假设粒子甲，那么瞬间粒子乙就能知道，就有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瞬时的，超越了我们的四维时空，不需要等到很久，信号就会传递到那边。这边一动，那边不管有多遥远，立即就知道了。即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立即影响到很远的地方。这说明，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相距遥远的粒子甲何以在冥冥之中存在着联系？这与我们人的意识作用非常相似。实证科学在研究意识中遇到的困难是，无法用我们人类熟悉的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来测量意识。但是我们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意识是存在的。如何来研究无法用常规方法测量而又存在的意识呢？目前有些学科在神经和大脑上对意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虽然对大脑的许多功能有了不少的了解，但是对于意识本身仍然是个谜，仍然无法解释意识的难题。意识的难题是指体验与感受的问题，例如对颜色、味道、明暗等等的感受，对价值观的判断等等。意识的难题近年来重新触发了哲学上长期解决不了的争论，即意识是从物质中突然出现的，还是万物皆有意识。中国古代叫万物皆有灵性。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主流世界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在物质中产生的副产品。然而，这种唯物论观点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与挑战。一，许多科学家认识到，要从没有意识的物质中产生意识，
这需要奇迹的发生，而唯物论是不承认有超自然现象的。换句话说，这是不可能的。二，在长期研究大脑工作中，神经科学对大脑的功能等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但是许多人怀疑唯物论能够解决意识难题。三，现在有科学研究者从量子测量的角度分析，认为意识不能够被进一步简化，也不是在物质运动中突然出现的。因为如果意识只是物质的副产品，那么这无法解决量子力学中的测量难题。量子力学认为物体在没有测量之前都是几率波，测量使得物体的几率波倒塌成为观测到的现实。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的，那么从根本上讲，大脑也只是由原子、电子、质子、中子等微观粒子组成的几率波。大脑的几率波如何能够使得被观察物体的几率波倒塌呢？对于更大的宇宙的现实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存在宇宙之外的具有意识的观察者？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测量杨谬。为了解决这个量子测量杨谬，物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但是从根本上仍然无法绕开意识的问题。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尤金·威格纳认为，意识是量子测量问题的根源。虽然物理学认识到意识在量子力学的层面上就存在，但是量子力学本身无法解决意识的问题。从量子力学创立时起，意识就一直困扰着量子力学，但是长期以来，物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试图逃避这个令物理学尴尬的难题。基于实证科学在研究意识中遇到的难以克服的问题，现在在哲学界、神经科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多学科领域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就像时间、空间、质量、能量一样，意识是物质的一个基本属性，是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量子纠缠的存在使微观粒子具有意识的证据，给意识是物质的一个基本特性提供了良好的证据，其意义非同寻常。基于上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认识到，沿着唯物世界观来研究意识只能走进死胡同。因此他们认识到必须要改变西方实证科学的世界观，转而向东方哲学的世界观。于是许多西方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转向印度，这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印度瑜伽和神秘主义在西方流行。意识超越我们可以看见和感觉到的四维时空。如果人的眼睛能够看到微观，那么就可以看见意识的存在。佛家的开悟或许正是到了这个境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预言和期望，一个新的世界观的时代就要来临，科学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科学和宗教的界限很快会消失。在量子力学中，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对一个粒子扰动，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立即就感知作用到了，以共同来源的向相反方向移动，
且速率相同的2颗电子为例，即使一颗行至太阳边，另一颗行至冥王星边，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下，它们仍保有关联性，以及当其中一颗被操作，例如量子测量，而状态发生变化，另一颗也会及时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如此现象导致了鬼魅式的远距作用，仿佛2颗电子拥有超光速的秘密通信一般。由此，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方面来解释祖坟风水对后代的影响。首先，将先人的骸骨、骨灰安置在某个地理环境中，那么周边的正向或负向的能量场就会对先人骸骨中的遗传粒子施加驱动与影响，然后子孙后代身体内相同属性的遗传粒子就会接收到相关的信号，产生纠缠感应。收到正向信息能量，子孙就会吉祥如意；反之则不然。中华民间有个说法，这个家里的后代好不好，要看他家里有没有一个好的祖坟。这家祖坟好，这个后代就会好。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在坟墓的选址上颇下功夫，然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当人被埋葬之后，肉是会腐烂掉的，但是骨头一般会2000年以上。那个骨腔在形成之后，它会有个东西，就是最初人们认定它会有个频率振动，而近亲它的频率振动是接近的。也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祖坟，通过一个好的地势，把这个频率的振动放大了，后代是能够接收到的。于是大家说这个东西太玄了。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科学，叫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突然发现，原来祖先和后代之间是有一个东西叫量子纠缠的。也就是说，哪怕我们俩相距10光年，但是你的那个量子在振动的时候，我这个量子会重新振动。也就是说，当你的亲人们把他们太多的这些物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会放大信号，然后让后代有所感受。祖先过世后，葬在合适的风水宝地，是为了他们得以安息，也能保佑后代子孙。由于地理环境受日月星辰的影响，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气场。自古有好山好水出佳人，穷山恶水出刁民之说，因此阴宅选址十分重要。在人死后，到神飞气散，血肉溃烂消亡，只有骨头或骨灰留存，遗传粒子照样存在。高明的风水师便将这次骨骼或骨灰埋藏于风水吉祥的土地之内，重新吸收天上日月星辰、山川河坡之精华。骨骼作为导体，在土地内承接生气，通过天地、空气的媒介，感应由这组遗传粒子所生产的子孙后代资讯，而子孙后代凭借着相同之遗传粒子，与粒子波吻合的阴阳资讯导体交流，即可以将生气传回尸骨之内，相互感应、传递，并可收拢、恢复已经消散的神气。经过这个操作，生人与死骨便建立联系，先人遗骨从日月星辰、
山川大地所感应到的好与坏的微波资讯，便会传到活着的子孙身上，从而影响着后人的运气。选到风水宝地，则该地能自动吸纳天地之精华，并能及时把天地精华之良好的微波气场，通过祖上尸骨或骨灰中血脉体系内在的 DNA 质传递给后代，使自己的后代产生良性作用，而产生无法估量的效果和作用。祖先的墓地若选在优越的风水宝地，能够对后代产生积极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地灵人杰。若选择不到好的，则吸纳不到好气场，则一出穷困贫贱的子孙后代，更谈不上荣华富贵了。这种所谓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也只有其科学最新的量子纠缠理论才能解释得清楚。所以说，科学有待于进步才行，不然科学就成了真知的桎梏，把所有不符合当下所谓科学认知的东西都一棒子打入之列，反而造成了对科学的迷信。这是很可怕很愚昧的，把自己不懂的、解释不了的都否定掉，这也是科学的后证主义、验证主义的不足。其实我觉得，传承了1000年的老技术，已经经过100代千万人的推敲验证完善，自然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存在。而现代科学作为才出现100年的验证主义的东西，反而还需要数百几千年的验证其自身是否科学，才能与已经验证几千年的老东西接轨。要等量齐观，还有太多的路要走，不然就会把科学自己搞成迷信了。爱因斯坦不是把牛顿给否了吗？量子物理不是又把爱因斯坦给否了吗？科学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迷信科学的人。感恩生命，敬畏生命，热爱生命的孝亲敬祖的行为，是回馈世间万物过往生命的大孝与大爱。周易认为，效法天道，方能趋吉避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趋吉避凶的方法。孝亲敬祖是大爱与大孝的行为，使生命体符合了万物运行的道，自然就会进入顺的状态，吉祥顺利。相对的，如果一个人违逆了道的规律，他的发展就必定要遭遇挫折，就是所谓的诸事不顺，皆因不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祖祖辈辈生命的传承，来自世间万物无数生命的滋养。这些我们目力之外的生灵，与无穷无尽的过往的生命，都是我们生命之树的根脉。虽然看不到，却始终与我们的生命休戚相关。他们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他们的生命信息也通过一代代传承，汇聚成了我们无比强大与浩瀚的生命体的信息库。这些生命信息各种各样，有生活富足、事业有成、家庭和美、身体健康的信息，也有生活贫困、工作不顺、家庭不和、体弱多病的信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都是这些信息的显化。然而，生活显化出哪些信息，
不是由我们的想法而决定的，关键在于启动、输入、激活的信息是什么。孝亲敬祖就像启动生命体信息库的钥匙。当我们以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方式孝亲敬祖时，我们的生命体就会由于顺应自然之道而进入顺的状态，获得充满能量的、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向生命体信息库输入好运、成功、富贵、健康的指令，激活对应的信息，进而显化出幸福如意、健康富足的生活。在每个人的祖辈中，都有腰缠万贯的富甲、精彩绝艳的智者、战功赫赫的将军、睥睨天下的王侯。他们其实从未远离，他们永恒的成功信息经历了不朽的轮回，就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我们继承了他们的骨血，我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集合与传承。我们就是活着的祖辈，拥有无与伦比的成功能量。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孝亲敬祖。请你记住，一个人先对自己的父母双亲孝敬，才后有福缘，对祖先祭拜的虔诚之心，才能接通宇宙恩赐的良好信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